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蝴蝶飞飞。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故事。故事发生在晋代时期，晋陵有个叫席门庆的男子，他相貌丑陋，身材矮小，为人懒惰，整日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，没有女子愿意嫁给他。因此，他年过30仍娶不到妻子。席门庆见别人夫妻恩爱，心中羡慕不已。他做梦都想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生活。席门庆曾请媒婆为自己说亲事，却没有人家愿意将女儿嫁给他。他知道自己的名声不好，想要娶到妻子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。席门庆为了传宗接代，也为了自己年迈后能有子孙照顾，竟然打起了歪主意。那年春天，席门庆将自己伪装成乞丐，去很远的村镇要饭。他在那里停留了7、8天，成功拐走了一个有些痴傻的少女。那少女名叫珍珠，大约有17岁，生得秀丽可爱，却只有3岁幼童的智商。席门庆仅用1块糕点就将她骗走了。席门庆把珍珠带回家以后，将她锁在柴房里，每日只给珍珠吃剩饭剩菜。晚上的时候，席门庆就会将珍珠带回房间陪伴自己。就这样过了3个月，席门庆发现珍珠怀了身孕，他知道自己要当父亲了，高兴得合不拢嘴。此后他小心照顾着珍珠，一心盼望着珍珠给他生一个儿子。珍珠临盆那天，席门庆担心自己拐来珍珠的事情被人发现，并没有请接生婆，他亲自为珍珠接生。可让他失望的是，珍珠生下的是一个女儿。席门庆看着皱巴巴的女儿，心中失望不已。他认为女儿是赔钱货，不想花钱养这个女儿，便端来一盆水，直接将刚出生的女儿在水盆里溺死了。珍珠刚从昏睡中醒来，就看见自己生下的孩子被席门庆害死。珍珠虽然有些痴傻，但是她亲眼看见孩子死去，还是会伤心难过。珍珠崩溃地冲到席门庆面前，对他又打又闹，叫喊着让他把孩子还给自己。席门庆嫌弃珍珠碍事，直接将用绳子将珍珠捆起来，并用抹布堵住了珍珠的嘴。席门庆没有再理会珍珠，他将死去的女儿用1块破布包起来，直接丢去了乱葬岗。席门庆从乱葬岗回来时，发现珍珠倒在一片血泊中，她已经没了气息，身下全是血，鲜血将她的衣服都染红了。她一双眼睛瞪得老大，分明是死不瞑目。席门庆仔细将珍珠的尸身检查了一遍，发现珍珠死于产后大出血。他看着珍珠的尸身，心中只觉得晦气，便在天黑以后将珍珠的尸身拖去乱葬岗埋了。珍珠死后，席门庆为了传宗接代，再次将自己伪装成乞丐的模样。他又从一个陌生的地方拐来一个傻女，那女子名叫春秀，长得比珍珠还要好看。席门庆将春秀拐回家以后，当晚便与春秀同房。可2人同房以后，春秀的反应却让席门庆觉得十分奇怪。春秀与席门庆同房以后，忽然看着席门庆大笑起来，他眼神阴冷，笑声诡异，看起来十分骇人。席门庆看见春秀这副模样，心中莫名有些害怕，他直接甩了春秀一个耳光，大声质问他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春秀被席门庆打了1巴掌，他没有生气，也不曾哭泣，仍是看着席门庆大笑。他的笑声尖锐刺耳，惊得席门庆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席门庆心中更加害怕，他强忍着恐惧，抓住春秀的脖子质问：“你到底在笑什么？”席门庆：“我笑你快要死了。”春秀冷冷看着席门庆，大笑2声说道：“你看我是谁？”春秀话音刚落，席门庆就看到春秀的头变成了蛇头，
他吓得魂不附体，一把推开春秀，想要转身往外跑。此时的春秀已经完全变成了一条蛇，那是一条比柱子还要粗的大青蛇。他迅速游到席门庆身边，紧紧缠住了席门庆。席门庆不知道痴傻的春秀为何会变成一条大蛇，他看出了大蛇眼中的杀意，只觉得又惊又怕。他苦苦哀求大青蛇饶自己一命，却听大青蛇冷冷说道：“我假装成一个傻女，故意被你骗来这里，就是为了找你报仇。席门庆，你今晚必死无疑。”大青蛇告诉席门庆，珍珠是他的救命恩人，他为了报恩，一直默默保护着珍珠。前段时间，大青蛇闭关修炼，不料珍珠在此期间被席门庆拐走，还因此失去了生命。珍珠被拐走以后，他的父母伤心不已，他们思念女儿成疾，没多久便去世了。大青蛇表示，珍珠心地纯善，本是长寿之人。其实珍珠生产时本可以不死的，是席门庆害怕自己的恶行被人发现，不肯请接生婆为珍珠接生。他不懂接生，导致珍珠在生产时吃了不少苦。珍珠生下孩子后，席门庆又当着珍珠的面溺死孩子，还将珍珠绑起来。珍珠伤心愤怒，又无法好好休息，才会产后血崩而死。大青蛇闭关结束后，得知珍珠和其家人的惨状，心中恨极了席门庆，才来找席门庆报仇。大青蛇发现席门庆还想拐走痴傻的女子为自己传宗接代，就变成春秀的模样，故意跟着席门庆回了家。大青蛇说明前因后果以后，忽然松开席门庆，再次变成了春秀的模样。他面无表情地看着席门庆说道：“我是蛇妖，身上有蛇毒，只有通过周公之礼的方式将蛇毒转移到别人身上，我才能像人一样在人间生活。感染蛇毒的人难逃一死，我担心害人会影响修行，一直不愿意害人，因此我身上的蛇毒迟迟未消。我没想到自己会遇见像你这样的恶人，我故意与你同房，就是为了将蛇毒转移到你身上。你感染蛇毒，必会在痛苦中死去。”席门庆听到大青蛇的话，吓得瘫坐在地。大青蛇却盯着席门庆继续说道：“你作恶多端，冷血残酷，杀了你这样的恶人，我就是替天行道，只会有助于我的修行。席门庆，你感染的蛇毒无药可医，你就在这里等死吧。”大青蛇说完这句话，变成一道青烟消失了。席门庆则捂着肚子倒在地上，痛苦地叫喊起来。席门庆感觉自己浑身上下都开始疼，像是有许多匕首往他身上刺，疼得他脸色发白，不断冒冷汗。席门庆身上的疼痛越来越剧烈，他实在承受不住，开始疯狂撞墙，直撞得头破血流也不曾停下。他就这样活活疼死了。席门庆死后，他的魂魄来到了地府，珍珠和孩子的魂魄早在阎王爷面前告了席门庆一状。阎王爷知道席门庆作恶多端，直接罚他投胎到畜生道。席门庆最终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了代价。至于那条大青蛇，他惩罚过席门庆以后，便回到山中继续修炼。他最终功德圆满，顺利飞升成仙。大青蛇成仙以后，经常来人间做善事，他惩恶扬善，帮助了许多人。接下来是一个类似的故事：男子娶傻女，遇老人赠金叶子。道士左肩拍3下，在一个宁静的山脚下有一个小村庄，村庄里生活着一位名叫阿强的年轻男子。阿强自幼父母双亡，靠着村里人的接济和自己的辛勤劳作长大成人。他身材魁梧，面容刚毅，虽然生活艰苦，但心地善良，为人正直。
这个村庄附近的山上有一座小茅屋，里面住着一位痴傻的女子。女子名叫阿花，她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，也不知道自己的家人在哪里。她蓬头垢面，衣衫褴褛，每日只是在山上摘些野果充饥，渴了就喝山泉水。阿花的心智如同孩童一般，不会说话，只会发出一些简单的声音，看到人就只会傻笑着。阿强有一次上山砍柴的时候，偶然遇到了阿花。阿花当时正对着一只野兔手舞足蹈，嘴里还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。阿强看到阿花的模样，心中涌起一股怜悯之情。他从自己带的干粮中拿出一块饼递给阿花。阿花看着饼，先是一愣，然后接过来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从那以后，阿强每次上山都会给阿花带些食物或者破旧的衣服。阿花见到阿强，也渐渐变得亲近起来。每次看到他，都会露出开心的笑容，嘴里发出欢快的声音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阿强到了该娶妻的年龄。可是村庄里的姑娘们都嫌弃阿强家徒四壁，没有一个愿意嫁给他。阿强也有些失落，但是他心中一直惦记着阿花。有一天，他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把阿花娶回家。阿强的这个想法遭到了村里很多人的反对，他们认为阿花是个痴傻之人，娶她回家不仅不能操持家务，还会成为阿强的累赘。但是阿强心意已决，他说：“阿花虽然痴傻，但是她很善良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她在山上挨饿受冻。”于是阿强不顾众人的反对，在一个简单的仪式下，把阿花娶回了家。阿花就这样住进了阿强的那个破旧的小屋。刚开始的时候，阿花对家里的东西都很好奇，她会拿着锅碗瓢盆乱敲一气。阿强也不气恼，只是耐心地教她如何使用这些东西。阿强每天依旧辛勤地劳作，他种田、砍柴，尽力维持着家里的生计。阿花虽然不能像正常的妻子一样做饭、洗衣，但她也会在阿强劳作回来的时候，用她那傻呵呵的笑容迎接他。晚上，阿强会给阿花讲故事，虽然阿花可能听不懂，但是她会安静地坐在阿强身边，听着阿强的声音入睡。有一天，阿强带着阿花去集市上，阿花看到集市上琳琅满目的东西，兴奋地跑来跑去。阿强紧紧地跟着他，生怕他走丢。就在他们在集市上闲逛的时候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走到了他们面前。老人身穿一身破旧的长袍，脸上布满了皱纹，但是眼睛却很有神。老人仔细地打量着阿花，然后又看了看阿强。阿强有些疑惑地问老人：“老爷爷，你有什么事吗？”老人没有回答阿强，而是从怀中掏出一片金叶子，轻轻地放在阿花的手上。阿花看着金叶子，眼睛里满是好奇。她拿着金叶子在阳光下晃来晃去。老人这时才对阿强说：“年轻人，你是个善良的人，你的妻子虽然痴傻，但是她有一颗纯净的心。这片金叶子你拿着，但是记住，在她左肩上拍3下，会有奇迹发生。”阿强和阿花都不太明白老人的话。阿强刚想问个清楚，老人却已经转身离开了。阿强看着手中的金叶子，心中满是疑惑。这金叶子看起来价值不菲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老人为什么要送给他们呢？而且老人说的在阿花左肩上拍3下会有奇迹发生，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阿强和阿花回到家后，阿强一直想着老人的话。他看着阿花，阿花正坐在角落里玩弄着一根干草。阿强心想，不管怎么样，试一试也无妨。于是他走到阿花身边，轻轻地在阿花的左肩上拍了3下。当阿强拍完第3下的时候，
突然一道金光从阿花的身上散发出来，阿强被这金光刺得闭上了眼睛。等他再睁开眼睛的时候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阿花的头发变得乌黑亮丽，她的面容也变得干净整洁，不再是之前那副痴傻的模样。阿花看着阿强，眼神中充满了温柔和聪慧。她开口说道：“阿强，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。”阿强惊讶地说不出话来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他问道：“阿花，你怎么突然变了？”阿花笑着说：“其实我本是一个富家千金，几年前被一个邪恶的巫师下了诅咒，才变成了痴傻的样子。流落在山上，那位老人一定是一位神仙，他看出了我的遭遇，所以才给了我们金叶子，解开了我的诅咒。”阿强听了阿花的话，心中既高兴又有些担忧。高兴的是阿花恢复了正常，担忧的是阿花现在恢复了富家千金的身份，还会愿意和他这个穷苦的农夫在一起吗？阿花似乎看出了阿强的心思，她拉着阿强的手说：“阿强，你不要担心，我阿花不是忘恩负义的人。你在我痴傻的时候对我那么好，现在我恢复了，我就要报答你。我们一起离开这个村庄，去寻找更大的世界吧。”阿强听了阿花的话，心中充满了感动，他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好，阿花，我听你的。”于是，阿花和阿强开始收拾东西，准备离开村庄。村庄里的人看到阿花的变化，都感到非常惊讶，他们纷纷围过来询问是怎么回事。阿强和阿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大家，大家都对他们感到羡慕不已。阿花带着阿强回到了自己的家。阿花的家是一座宏伟的府邸，里面的仆人和女仆看到阿花回来都非常高兴。阿花的父母看到失踪多年的女儿回来，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。阿花把阿强介绍给了自己的父母，说阿强是他的救命恩人。阿花的父母对阿强非常感激，他们热情地邀请阿强住在他们家，并且把阿强当作贵宾一样对待。阿强在阿花家的生活开始有些不适应，他习惯了自己动手干活，而在这里一切都有仆人代劳。但是阿花一直陪伴在他身边，教他读书写字，带他参加各种社交活动。阿强也很努力地学习，他不想让阿花的家人看不起自己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阿强在阿花家的地位越来越高。他凭借着自己的勤劳和智慧，帮助阿花家打理生意，做出了不少成绩。阿花和阿强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好，他们互相扶持，互相帮助。然而，好景不长，那个曾经诅咒阿花的邪恶巫师得知阿花被解除了诅咒，非常恼怒，他决定再次对阿花下手。一天晚上，阿花和阿强正在花园里散步，突然天空中乌云密布，一道闪电划过，一个黑影出现在他们面前。这个黑影就是那个邪恶的巫师。巫师恶狠狠地说：“阿花，你以为你能逃脱我的手掌心吗？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”阿花紧紧地拉着阿强的手，说：“你这个邪恶的家伙，你不会得逞的。”阿强也挺身而出，挡在阿花的前面，说：“你想伤害阿花，先过我这一关。”巫师冷笑一声，说：“你以为你能拦住我？你不过是一个凡人罢了。”说着，巫师挥舞着手中的魔杖，一道黑色的光芒向阿强射去。阿强毫不畏惧，他拿起身边的一根木棍，想要挡住这道光芒。就在黑色光芒快要击中阿强的时候，一道金光从阿花身上再次散发出来。这道金光将巫师的黑色光芒反弹了回去，巫师被自己的魔法击中，倒在地上。原来，阿花在被解除诅咒后，身体里保留了一股神秘的力量，这股力量可以抵御巫师的攻击。
阿花走到巫师面前，说：“你这个邪恶的家伙，你的阴谋不会得逞的。从今以后，你不要再出现在我们面前。”巫师看着阿花，心中充满了恐惧。他知道自己不是阿花的对手，于是灰溜溜地逃走了。经过这次事件，阿花和阿强更加珍惜彼此之间的感情，他们决定结为夫妇，相伴一生。阿花的父母也非常支持他们的决定，他们为阿花和阿强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。婚礼那天，整个府邸张灯结彩，宾客迎门。阿花穿着华丽的婚纱，阿强穿着得体的礼服，他们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下，幸福地结合在一起。婚后，阿强和阿花继续帮助阿花的家人打理生意，他们把生意做得越来越大，不仅在本地，而且在其他地方也开了很多分店。他们经常救济穷人，做各种慈善事业，受到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。阿强也把自己的村庄里的人接到了城里，让他们过上了更好的生活。村庄里的人对阿强和阿花都非常感激，他们把阿强和阿花的故事传得很远很远。多年以后，阿强和阿花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，他们的孩子继承了父母的善良和智慧，在这个家庭的熏陶下茁壮成长。阿强和阿花并没有因为富有就忘却初心，他们继续热衷于慈善，在城中开办了学堂，让那些穷苦的孩子也能有读书识字的机会，建立了医馆，免费为患病的穷人治病，还设立了救助站，给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所和食物。他们的善举传遍了整个国家，人们提起阿强和阿花，无不竖起大拇指称赞。而那个传说关于阿强娶吃傻女为妻，老人赠送金叶子，并告知在左肩上拍3下就能解除诅咒的故事，成为了民间口中一段美好的佳话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阿强和阿花的头发渐渐变白，他们的面容也爬满了皱纹，但他们的眼神里始终闪烁着对彼此的爱意和对生活的热情。他们看着自己的子孙满堂，家族繁荣昌盛，心中充满了欣慰。在一个宁静的夜晚，阿强和阿花相拥坐在庭院中，仰望着星空。阿花轻声说道：“阿强，你还记得我们在那个小村子里的日子吗？那时候虽然贫苦，却也是最美好的时光。”阿强微笑着回答：“当然记得，那些日子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，也让我遇到了你。”说罢，两人相视而笑，在满天繁星的见证下，他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，感受着彼此的温度。他们知道，这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，而他们的爱情与善良将如同璀璨的星光，永远在人们的心中闪耀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去追求美好的事物，秉持善良的本心，在这个世界上创造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。下一个民间故事：我爹在河边捡了一个傻姑娘。3天前，我爹在河边捡了个姑娘，那姑娘衣衫褴褛，像是从上游的河岸冲过来的，额头上有伤，但她生得好看，皮肤白嫩，比我们这村里最好看的村花都漂亮。就是一直都在发烧，烧得浑浑噩噩。后来那姑娘醒了，一直不怎么说话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不远处，没有一丝神采。我爹说，怕是个傻子，傻女就这么在我家住了下来。我家祖孙3代没有一个女人，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操蛋。傻女虽浑浑噩噩，也不怎么说话，但做饭是把好手。她在我家住了1月，似乎没那么傻了，只是不爱说话，有的时候也会对我露出笑容。我爷爷是个草医，懂点阴阳和医术。至于我爹，是这附近最有名的滚刀肉。一日，我爹喝醉了酒，趁着爷爷不在，将傻女关在了屋子里。我吓了一跳，
拉着我爹：“你要做什么？你个没良心的！你爹我做什么？管你什么事，边待着去！”我爹赏了我一个大嘴巴，直接把我打翻在了地上。我爬了过来，拉住了我爹：“爹，你清醒点，爷爷回来要发火的，他能管得住我？”我爹摇摇晃晃的，抬腿就给了我一脚，踹在了心窝子上，我直接翻倒在地，半晌没爬起来。卧室的门关上了，从那门内传来了傻女的哭喊声。傻女在我家待了1月，我俩已经有了一定的感情，就是养个猫狗的都会有感情的吧。傻女的哭喊声让我心慌，但是门锁住了，我毫无办法。直到第2天早上，我爹才从门内摇摇晃晃地走出。我爹的脸上有不少的红印子，眼里带着笑。我怕出事，一直蹲在卧室门口。他一大清早出来，一脚踹我屁股上：“做饭去，小兔崽子！”说完他就出去了。我推开卧室门缝，朝里面看了一眼，就见傻女呆呆傻傻地躺在床上，一双无神的眼睛呆呆地望着天花板。她的手臂从床上垂下来，上面满是触目惊心的青紫痕迹。我去给你做饭。我哆哆嗦嗦地说了一句。傻女转头冲我露出了一个笑容，还好人没事。我没想太多，风风火火地冲进厨房。等我生了火，却越想越不对劲。傻女的笑容有点古怪，我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，连忙朝着卧室的方向走去。可当我推开门，就吓得一屁股坐到了地上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傻女的裤子，顺着裤子往上，可以看见傻女那一张狰狞的脸。傻女是上吊而死的，一双脚直直地朝下，轻轻地晃动着。到底出什么事了？爷爷的声音突然出现在我身后，把我吓了一跳。等我回头，爷爷火急火燎地冲了上来，光是看到卧室里面的场景，就仿佛明白了什么。他一拍大腿，愤怒地说道：“作孽呀！我站都站不稳了，还是头一次看到如此可怕的景象。”爷爷抓着自己本来就不多的银发，扯了老半天，最后和我一起将傻女给放了下来，就敛在爷爷为自己准备的那口棺材里。接着爷爷做了个让我非常不解的举动，爷爷要我把家里的大公鸡给杀了，用鸡血浸泡了墨斗线，然后在棺材上面缠绕了一圈又一圈，然后又叫我把族里的人都叫来，说是要给傻女举办葬礼。我家捡了个傻女的事情，许多人都知道，一时间都来了。爷爷的意见是不停灵，直接下葬，越快越好。所以三叔就直接找了10几个精壮的汉子，打算抬着棺材直接下葬。不过对于棺材上面的墨斗线，三叔还是有些害怕。爹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别问了。爷爷没好气地摇了摇头，先抬棺下葬吧。我爹出去了1天就没回来，到了傍晚，爷爷说要下葬，就让那10几个精壮的汉子抬棺。然而当那10几个精壮的汉子抬着棺材的时候，却发现怎么都抬不动，甚至连手指粗细的抬棺材的绳子都断了。一时间，好几个人都变了脸色。三叔也看出了点门道，忍不住问道：“爹，你给我透个底，我二哥是不是做了什么？”滚犊子！爷爷愤怒地盯着三叔说道：“你二哥什么都没做，这绳子不结实，重新换个来。”爷爷说着，直接走到后院，重新拿了一条婴儿胳膊粗细的绳子，结结实实地绑住了棺材。我爷爷平日里就懂点阴阳，村子里的红白喜事基本上都有我爷爷的身影，所以我爷爷说没事。其他的人原本有些怀疑的，也就胆子大了起来。爷爷将绳子绑在了棺材上，然后又点燃了一炷香，插在了棺材的前面的那块地上，接着拉着我一同跪倒在地上。丫头，爷爷对不起你，
但你这么闹下去，也不是个头，入土为安，早日投胎。我会让轩儿日日为你祈福祷念的。说完，爷爷按着我的头给棺材磕头。爷爷点的那一炷香飞快地燃烧了起来，不过短短几个呼吸，竟然一下子减少了大半截。我揉揉眼睛，还以为看错了。爷爷这才站了起来，冲着其他的人说道：“抬棺！”那10几个精壮汉子齐刷刷地喊了一声，但是这一次，那口棺材依旧没有起来，相反，那婴儿胳膊粗细的绳子却绷得笔直。我看到每个汉子的脸上都憋红了，表情狰狞难看，似乎用尽了力气，倒不像是作假。爷爷皱着眉，突然快步地走到棺材边上，咬破了自己的食指，用食指在棺材上面画了一个我看不懂的符，或者只是随便画几下。但是在那瞬间，棺材就抬了起来，甚至因为棺材的重量突然减轻，还在半空中荡了一下。一时间，所有的汉子看着我爷爷的时候，都是崇拜的小眼神。然而就在此时，门却突然打开了，我爹喝得醉醺醺地站在了门口，手里提着一瓶二锅头，指着我的鼻子，唇齿不清地说道：“我回来了，混崽子，快给老子做饭去！”咣当一声巨响，刚刚被抬起来的棺材却突然掉落到了地上，婴儿胳膊粗细的绳子全部断裂。爷爷吓了一跳，指着我爹恨铁不成钢地说道：“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怎么不能回来？这是我家。”我爹靠在门框上，迷迷糊糊地看着爷爷：“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”我爷爷气不打一处来，本来我都弄好了，你一来，他的怨气达到了极点，这又不成了，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一个不中用的东西？我爹靠在门框上，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爷爷就不知从哪找来了一把扫帚，把我爹给打了出去，关上了门。门内的几个精壮的汉子脸上都露出了惊恐的神色。三叔纠结地走到我爷爷的面前：“爹，这事儿就算了吧，大家也没这个胆子。”三叔正在说话的时候，旁边那些站着的精壮汉子们也连连点头，还没等我爷爷回答，就连滚带爬地走了。偌大的房间里面就只剩下了我和爷爷。看着那口棺材，我有些害怕，小声冲着爷爷说道：“爷爷，我害怕。”“别怕。”爷爷抱着我，摸着我的脑袋说道：“没什么可怕的。”那晚上，爷爷和我一起睡觉，爷爷一直用大手拍着我的背脊，沉默不语，直到一大早，我听见院子里面传来了村民们说话的声音。我推开窗子，那些人像是受惊了似的，连忙散开。爷爷愤怒地盯着窗外：“干什么？”村民们跑得飞快，爷爷直接冲出了房门，但是隔了好半晌，我都没有听到爷爷传出来的任何声音。我有些疑惑，连忙下了床，走到院子当中，彻底惊呆了。我这院子里不知道何时被人放了3口棺材，那3口棺材都是金黄色的，棺材的盖子上面用红色的油漆写着几个字：“龙飞凤舞”的。我走上前去，才发现那几个龙飞凤舞的字是我们爷孙3人的名字：王轩、王卫国、王纯峰。王卫国是我爹，王纯峰是我爷爷。我有些害怕，爷爷的脸色都变了，一脚朝着离得最近的一口棺材踹了过去。那口棺材的棺材盖被踹到了地上，可以清楚地看见棺材里面似乎还躺着一个什么东西。我吓了一跳，连忙走上前去，却看见那口漆黑的棺材里面躺着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纸人。那纸人做得惟妙惟肖，和我爹有9分相似，身上贴着一张符咒，那符咒的正中心写着我爹的生辰8字，并且还用红色的笔在上面画了一个大大的叉。爷爷的脸上很是惊慌，他迅速地走到旁边的2口棺材上，把那2口棺材全部都推开了。
果然，那2口棺材里面也放着一个纸人。爷爷气得浑身发抖，一脚踹在其中的一个棺材上。就在此时，我听到外面传来了三叔说话的声音：“爹，二哥出事了。”爷爷眼皮一跳：“出什么事了？你快跟我来吧！”三叔着急忙慌的拉着我爷爷就跑，我连忙跟在其后。我爹死在了附近的一口枯井当中，像是喝醉了酒不小心掉了下去，就连二锅头都丢到了井边，摔了个粉碎。若不是三叔经过，看见我爹的一只鞋子，又着急忙慌地找了其他的人，把我爹从井里面捞出来，根本发现不了他。我吓得哇哇大哭。短短2天内，我们家就死了2个人。爷爷脸色阴沉，却什么都没说，吩咐三叔把我爹给装殓了，用草席裹着抬回了家。原本装着我爹纸人的那口棺材已经空出来了，原先的那个纸人却站在了门框上，一双大大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前来的人，猩红色的嘴露出了一抹微笑，看得让人瘆得慌。爷爷走上前去踹了2脚，接着像神经似的在纸人的身上不停地踩踏着，踩断了纸人用竹子做的脊梁和那张脸，直到把那纸人踩了个稀巴烂，这才气喘呼呼停住了脚。三叔看到我们院子的景象，也都吓呆了，半晌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爷爷抓了抓满头白发，红着眼说道：“把魏国放进屋子内吧，我去买口棺材。”三叔看着满院狼藉，连忙说道：“不需要，这不是有现成的吗？”爷爷冷声说道：“可这东西……”三叔瞪圆了眼睛，爷爷脸上愈发的阴沉：“我倒要看看那帮人想要做什么。”爷爷说完这话，转头看了我一眼：“轩儿，来给你爹穿衣。”寿衣是爷爷之前给自己准备好的那一套。我们村里的老人都有提前给自己准备棺材的习俗，寿衣什么的也是一应齐全的。将我爹身上那单薄的衣服脱掉，我爹身体上没有几个完好之处，身上到处都是血痕，还有青紫交加的痕迹，和傻女身上的一模一样。爷爷看见了，气得浑身发抖，直到将我爹放进了棺材，棺材彻底合住的那一刻，我才悲从心来。但说实话，我却哭不出来。我爹是个十里八乡人人都头疼的滚刀肉和泼皮，从小对我非打即骂的。我能活到现在，完全是因为爷爷仁慈以及老天开眼。从小我爹就不管我，我仿佛一棵野草。我娘也是因为他的不着调，因为我爹一喝酒就打人的坏毛病，气得直接离家出走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三叔的眉毛皱得老高，这事儿该不会和那傻女有什么关系吧？爷爷皱着眉，阴沉着一张脸说道：“现在就把这口棺材给烧了。在我们村子，火化是伤阴制的，要遭到报应。据说被火化的人都没有办法进入轮回，所以我们村一般情况下都不会采用火化。”听见爷爷这么说，三叔吓了一跳，瞪圆了眼睛反问：“火化？火花都便宜他了。”爷爷气得浑身哆嗦，烧掉、挫骨扬灰，最后的4个字几乎是爷爷从牙缝里面挤出来的。可棺材抬不动啊！三叔皱着眉头说道：“我有办法。”爷爷冷哼一声，说着就风风火火地进了屋。没过多久，拿出来一把杀猪刀，朝着棺材的方向就劈了过去。棺材上面的墨斗线都被劈开了，刀刃有时候也会劈到棺材上，而那棺材上却渗透出了如同血迹一样的东西，汩汩地流动着，顷刻间便将整个大厅染红。看到这一幕，饶是见多识广的爷爷也吓得麻爪了。啷当一声，那刀子就掉落到地上。爷爷隔着老远盯着那口棺材，咕咚咕咚地直吞口水，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三叔也吓了一跳，小声冲着爷爷说道：“
这事儿还是得从外面找个阴阳先生来。爷爷那双浑浊的双眼像是看到了什么希望，一脸惊喜地盯着三叔说道：“对，是得找个先生来，咱们现在就去。我要跟着他们，可爷爷却叫我看家，还说他们没多久就会回来的。”我忐忑不安地在家里等着，可是一直等到了天黑，我都没有把爷爷和三叔给等回来。我靠在门框上，根本不敢进院子。屋子里面放着一口棺材，院子里面放着3口。这种情况下，我宁愿坐在院子门口吹着冷风，也不愿进去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天都黑了，我才终于听到不远处传来了三叔说话的声音：“小轩，我回来了。”我挣扎地站起来，腿都麻了，差点一头栽倒在地上。三叔扶住了我，他的手好冷。外面不知何时升起了白色的雾气，根本看不清楚，就连三叔的那张脸也是模模糊糊的。先生呢？我爷爷呢？先进去说。三叔浑身僵硬，并且散发着一股冰冷，走路的时候还怪怪的，大部分的力量都靠在了我的身上，由我搀扶着一点一点地往门口挪。好不容易才走到了门内，三叔走进了大厅，坐在了椅子上。我忙给三叔倒了一杯水。当我端着水杯走过来的时候，却发现三叔趴在了傻女的棺材上。傻女的棺材一直都冒着血水，地面上有一层厚厚的已经干涸了的血痂，散发着腥臭的味道。三叔双手死死地扒着棺材盖，像是想棺材盖打开似的。我拍了拍三叔的背，三叔突然转过了身，一双猩红色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。大厅的灯很久都没有换过了，还是那种黄色的灯泡，灯泡在头顶上悬着，一阵风吹来晃动不已，也将三叔的脸映照得明明暗暗。三叔死死地盯着我，那眼神让我有些害怕。我后退一步，小声地喊了一下三叔，他像是才回过神，看了我一眼，突然拿出来一把斧子。这斧子生了锈，一直放在大厅的角落，却被三叔拿在了手里，高高的举起，朝棺材的方向劈了下去。木头飞溅，红色的液体伴随着木屑流淌了出来。我吓了一跳，冲着三叔叫了一声，他停下手中的动作，扭头盯着我。我大气不敢出。三叔突然转移了目标，拎着斧子朝我的方向缓缓走来。我吓得丢了手上的搪瓷杯，杯子翻倒在地上。我忙朝着门口的方向跑去，却因为大厅里面红色的液体太多，我又比较着急，因此摔了个狗吃屎。我回头看了眼三叔，他歪着头，古怪地看着我，拖着那个巨大的斧子，缓缓朝我方向走来。斧头和地面摩擦出难听的声音。三叔惨白的脸上没有任何血色，红色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，仿佛要把我给看穿了似的。我吓得腿软，几次都没从地上爬起来，而且泪流不止。好不容易才爬出了门槛，又在院子里面跌了一跤。我听到身后传来了如同敲门一般的声音。当我回头看去，就看见三叔卡在了门槛处。农村人家里面的门槛一般都很高，爷爷说是防老鼠的，但现在却把三叔卡在了门槛处。三叔的样子很是古怪，手上拎着一把斧子，却并不往前走，是僵硬的一点一点地往上跳，脚脖子是直的，每一次脚尖都被门槛阻拦住，然后又重新落到了地上。我心脏都快吓得跳出来，哪里来得及管三叔的不对劲，直直地朝外头跑了出去。夜色朦胧，不知何时周围升腾起了一层厚厚的白雾。若不是因为我在这山村里面已经活了16年，恐怕我连路都不认得了。跑出了家门很远，我分不清楚自己在何处，四周都是一样的风景，到处都是一片白色，
什么都看不清楚，也不知道跑了多久。我突然听到有人在喊我，那声音像是我爷爷的。我大声地应答着，隐隐约约地听到爷爷的声音是从东北面发出来的。我朝着那方向走去，没过多久，就看见不远处有一个模糊的影子，那影子倒是和我爷爷有几分相似，可我始终看不清楚对方的面容。我想要走近看个究竟，可是那个影子就像是在和我捉迷藏一样，跑得飞快。我一直追着那影子，也愈发能听清楚爷爷的声音了。爷爷总算找到了我的所在地，身形停住了，似乎在等着我靠近。我想到之前在家里面遇到的事情，像是疯了一般的朝着爷爷的方向跑去。然而，当我快要看清楚爷爷模样的时候，却突然发现自己一脚踩空，接着我就感觉到一片冰凉。口里的空气越来越少，四周一片黑暗。此时我才回过神来，我发觉自己不知何时掉入了一条河流当中。这条河就是我们村口的那条河。我从小在村子里长大，游泳是我的强项。我经过短暂的错愕，很快就回过了神，扑腾着朝着岸边游去。可我却感觉什么东西抓住了我的脚踝，把我直直地往下拽，根本浮不起来。我原以为是水草之类的东西纠缠住了我，好不容易挣脱了，便潜下了水，想看看到底是什么玩意儿。在黑暗的水域当中，我看到了一张惨白的脸，是傻女。我吓得口里的空气都跑了不少，一团泡泡从我嘴里冒了出来。我却突然发现傻女睁开了那双眼睛，她眼睛里面布满了红色的血丝，与我脸对脸。我吓得张口大叫，可却忘了这是在水里，口里的空气全部都跑了出去。我扑腾着，可是傻女却朝我方向飘了过来，拽住了我的身子，把我死死地往下拉。我不停挣扎着，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，感觉眼前渐渐一片漆黑。就在此时，一只大手突然把我从水里给拽了出来，天旋地转，我掉落到了岸上，不停地咳嗽着，口里吐出了不少的水。不远处有一双干净的黑色布鞋，布鞋的主人什么都没说，就这么静静地盯着我。我抬起头，便对上了一双冷静的眸子，那是一个国字脸的年轻人，看着年纪不大。见我回过神，冷笑一声，冲我说道：“你就是王家那个小子，王轩。”我点点头，跟我走吧，我是你爷爷请来的先生。那年轻人背过手，冷冰冰地朝着不远处走去。我连忙跟上，由于刚刚溺水，体力不支，有好几次我都差点栽倒在地上，折腾了好久，这才从地上爬起来。虽说那年轻人看上去冷冰冰的，好像也不怎么管我的事，可好几次他都专门停下来等我，让我有些不好意思。也不知是不是错觉，我发现跟着那年轻人走了一路，周围的雾气散开了不少。我小声问道：“先生，我爷爷呢？”你爷爷随后就道。那年轻人看起来年纪不大，说话却是文绉绉的。你家发生了的事情，跟我从头到尾的讲一遍。年轻人转头看我，我点点头，将我所知道的一五一十的都说了，甚至还强调了一下刚才三叔对我做的事情。年轻人笑了笑，没什么，他好像胸有成竹。可我却在靠近家门的时候，有些腿软。那年轻人站在门口等了我半晌，不耐烦了，这才直接走进了院子。我小心翼翼地趴在门口，直到那年轻人走进了大厅，我才一脸疑惑，因为我在大厅里并没有看见三叔的影子。我慌忙朝着年轻人的方向走去，半路上却被一把斧子绊了一跤，这才发现三叔把斧子丢在了院子里，但三叔本人却不见踪影。大厅里面的那口棺材被劈了个稀巴烂，
但是却没有鲜血流出，地面依旧有一层厚厚的血污，难闻的味道四散开来，让人浑身不舒服。年轻人站在棺材边上，只是轻轻一推，那口谁都打不开的棺材就这么被打开了。我惊得目瞪口呆，连忙走上前去，隔着老远就能够看见傻女那张苍白的脸，我差点栽倒在了地上。年轻人扶了我一把，转头斜睨着眼看我，搭把手背，干什么？我哆哆嗦嗦地说道。他嗤笑一声，还男子汉呢，就这么点胆子，谁怕了？我咬牙切齿地说道，走到他跟前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把这姑娘背着，我们去后山。年轻人淡淡地看着我说道。我愣住了，他斜着眼看我，怎么害怕了？你这要求太古怪了。我忍不住说道，背死人是很晦气的，那我就不管了。这姑娘就继续放在你们家的大厅里，到时候出了什么事跟我也没什么关系。年轻人说着就朝着外面走去，我一把拉住他，你不是我爷爷请来的吗？你就这么走了，那我怎么办？跟我有关系。我顿时泄了气，我背就好了。我走到傻女的身边，愣是没这个勇气。旁边的年轻人有些不耐烦了，叫你背你就背，哪来这么多废话？要是不敢我帮你。年轻人走上前来，直接将傻女从棺材里面扶了起来，然后放到了我的背脊上。我没办法拒绝，只能承受。傻女身上一点都不僵硬，甚至还有些软，只是十分冰凉。傻女苍白的脸颊就放在我的肩膀处，贴近我的耳朵。大概是因为错觉，我竟然感觉到傻女在我的耳边处小声地呼吸着。我害怕不已，转头冲着那个年轻人说道：“你靠谱吗？你这么问我，让我怎么回答你？”年轻人说着，从怀中拿出了一盏白灯笼，那灯笼是折叠着的。他将灯笼弄好了之后，就在那灯笼里面点燃了一根白色的蜡烛。那白色蜡烛散发出来的火焰是蓝色的，而且在燃烧的时候还有一股怪怪的味道，有些香，但是在那香味里面又包裹着一股腐烂的臭气。总之无法形容。跟着我上山。年轻人丢下这么一句话，就朝着门外的方向走去。我咬着牙跟在他的身后，淡蓝色的烛火跳动着。我跟在那年轻人的身后，一脚深一脚浅地走着。我总觉得那年轻人有些不太对劲，尤其对方走路的姿势。此时的雾气散开了些许，露出的月光正好洒在了我俩的身上。不远处，邻居家的二狗子半夜起来上厕所，看到我的身影便叫了一声：“王轩，你干什么去？这是谁？不关你的事。”我还没回答，年轻人就在旁边说道：“二狗子平常咋呼呼的，可今天却格外听话。”那年轻人说完一句话之后，二狗子就迷迷糊糊地转身朝着房间的方向走去。年轻人一直把我带到了后山。我们村有个习俗，家家户户死了人都会埋在后山。年轻人似乎对我们后山十分熟悉，引着我走了一路，最终在丛林最茂密的地方停了下来。年轻人始终没有回头，这才淡淡地冲我说道：“就埋在这里吧，这个坑是我之前和你爷爷挖的。”我累得气喘吁吁，上气不接下气。若不是年轻人一直告诫我，千万不能中途停下，我早就停在一旁休息了。我爷爷到底去哪儿了？你很快就能见到他的。年轻人在旁边说了一句：“你把傻女放到这里来吧。”我叹了口气，走到那个深坑的边上。就当我快要把背上的傻女丢进坑中的时候，却突然感觉到傻女抓了我一下。与此同时，我耳畔也传来了傻女的一声：“不要！”我立马直起了身子。年轻人转头看了我一眼，说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蓝色的烛火依旧在灯笼里面跳跃着，明明灭灭，也把那年轻人的脸映射得有几分可怕。我咳嗽一声，浑身打了个激灵。没怎么，那就快点的。年轻人似乎有些不耐烦，冷冷地说道：“我答应了。”正准备把背脊上的傻女丢入坑中，却突然听得乌鸦叫声，吓得我浑身一颤抖，差点把傻女丢下去。就在此时，那年轻人却突然动了，把我和傻女一起踹进了深坑当中。我倒没受什么伤，在我掉下去的时候，傻女抱住了我，成了我的肉垫。月光照射在傻女的脸上，那张苍白的脸如白玉一般的好看。我回头盯着那年轻人说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可回答我的则是一铁锹土，那土直接浇到了我的脸上。年轻人就像是一个上了发条的机械，也不回答我的话，只朝着我不停地丢着土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想从那坑里面爬出去，可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。那坑也不深，可我就感觉双腿如灌了铅似的。你究竟想干什么？我冲着那年轻人吼道。可那年轻人根本不搭理我，而且他的眼里闪烁着妖异的红光。就当我疑惑的时候，那年轻人突然朝着我的方向走来，一手就拎住了我的领子。他的力气很大，单手就把我给拎了起来。但是他掐着我脖子，慢慢地收紧了自己的手，而我则感觉口中的空气越来越稀薄，脸色涨红，眼看就要被他给掐死了。我想着我实在太蠢，这人莫名其妙地出现在我身边，而我爷爷也不在附近。我怎么就相信他是我爷爷请来的？就当我无比悔恨的时候，年轻人的脑袋处却突然挨了一下。那年轻人松开了手，我趴在地上不停咳嗽，这才发现冲上来救我的是提着铁锹的爷爷。爷爷和那年轻人扭打在了一起，爷爷毕竟年纪大了，根本不敌。我咳嗽了一会儿之后，就看见爷爷被年轻人掐住了脖子。我连忙冲了上去，一把抓住了那年轻人，但无论我怎么拉扯，那年轻人都不肯松手。我干脆一口咬在了年轻人的脖子处，年轻人被我咬疼了，朝着我的胸口就是一拳。我把对方脖子处的一片血肉给扯了下来，甚至那鲜血都溅到了我的脸上。爷爷终于得以喘息，我的胸口一阵疼痛，栽倒在了地上。年轻人摸着自己的脖子，气红了眼睛，不知何时摸到了一块大石头，就拎着石头朝我方向走来。我不由后退，可那年轻人却不死不休，想将我直接打死在当场。爷爷一把拖住了年轻人的脚，那年轻人摔倒在了地上，手里的石头掉了下来，正好滚在了我的旁边。可他人却依旧在地上匍匐着，猩红色的双眼死死地盯着我，苍白的脸十分狰狞。我捡起了那块石头，颤抖着双手朝年轻人的脑袋处砸了过去。我闭着双眼不敢看，可我却好像砸空了。我睁开眼，就看见爷爷一脚踹在了那年轻人的胸口，那年轻人就跟破布一样的栽倒在地上，身上也变了形。我吓得不敢说话，爷爷却转头看了我一眼，冷笑一声说道：“兔崽子被吓傻了，纸人和活人都看不出来。”爷爷说完这话，走到旁边，将地面还在燃烧着的蓝色蜡烛一脚踢熄了，又拿出了手电筒，照射到了刚才年轻人的所在处。我目瞪口呆，那根本就不是人，而是一个纸人。纸人做得惟妙惟肖，那材质很古怪，看起来更像是一张人皮，够下血本的。爷爷咳嗽一声，这才拿着手电筒朝着墓穴的方向看了过去。傻女静静地躺在了墓穴当中，白色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就像是睡着了一样，也省事了。爷爷淡淡地说道：“轩儿，过来搭把手。”爷爷说着，拿起了一根铁锹，
直接递给了我，就这么埋了。我不可思议地看着爷爷，不要棺材吗？要不要都没什么区别，反正入土为安。爷爷叹了口气说道：“有爷爷在我身边，我安心了许多。”我俩很快就把傻女给埋了。爷爷不知从哪摸出来一炷香，点燃了，插在坟前。女娃娃，从前的事是我们对不起你，但现在魏国已死，也算是两清了。爷爷踹了我一脚，磕头。我和爷爷拜了拜，这才从山上走了下来。刚刚带我上山的只是个纸人。我一脸疑惑地盯着爷爷，怎么可能呢？若不是二狗子跟我说，你一个人背着傻女上山，我还不相信呢。爷爷说出来的话却让我大吃一惊。他从怀中拿出了一截白色的蜡烛，就是灯笼里面的蜡烛。他看着我说道：“知道这是什么吗？”“什么？”“人油蜡烛。”爷爷说出来的话却让我触目惊心，所以我才说对方下血本。从院子里面的那3口棺材开始，就是有人专门布下的一个局。可他们为什么要针对我们呢？我忍不住说道：“我们又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，不了解你爹吗？”爷爷叹了口气，一巴掌拍在了我的后脑勺：“先回去睡吧，明天的事明天再说。”我心情烦闷地回去，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才终于沉沉地睡下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是被爷爷拎着耳朵从被窝里面拽出来的，我疼得龇牙咧嘴，正要辩解，却发现我的床上还躺了一个人。这个人不是别人，而是那个傻女。爷爷气不打一处来，蒲扇大的巴掌在我的屁股上留下痕迹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知道是怎么回事？我觉得很冤枉，我竟然抱着一个死人睡了一夜，而且我还没有任何感觉。爷爷咬牙切齿，冲我说道：“把傻女放进棺材里。”我连忙穿上鞋，将傻女从床上抱下来，然后丢进了棺材当中。等我做完了之后，爷爷突然拉住我，指着我沾满了黄泥巴的鞋子说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昨天晚上我们2个上山了呀。”我忍不住说了一句，可那时没下雨。等我们回来没多久之后，外面就下起了雨，你的鞋子上面全是泥巴。昨天晚上你干什么去了？爷爷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。我没干什么，我老老实实的在家里睡觉啊。我觉得冤枉的不得了，冲我爷爷大喊。爷爷却气不打一处来，拎着扫帚在院子里追了我一路，指着我的鼻子愤怒地说道：“你还不说实话是不？你昨天晚上趁我睡着了，跑去后山把傻女挖出来了是不？我冤枉啊！”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您有任何感兴趣的话题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菲菲。都看到这里了，点个订阅再走吧。